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同样演吃瓜子，把杨紫和李沁放在一起对比，差异一目了然。《长相思》正在热播中，剧中杨紫饰演了女主小妖。小妖身份高贵，她本是浩陵国王姬，因为一些原因流落大荒300年。成年后的小妖化名清水镇一名男医师文小六。杨紫也没任观众失望，反串演绎的男性角色不出戏，很自然，台词中明显可以听出粗声线，行为举止更像一个糙汉子。文小六不仅镇上出诊，还特别受镇上人的尊敬，大家以六哥称呼他。他时而爬山找草药，时而嗑瓜子听说书先生讲段子。《长相思》中，杨紫的演技是获好评的，她演什么像什么，她塑造角色的能力也很强，尤其是古偶剧，更是杨紫擅长的地方。无论是《白蛇传说》中天真无邪的白夭夭，还是《香蜜》中的花神之女锦觅，或者是《沉香如屑》中的颜旦，她的表演都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《长相思》由亲妈桐华亲自编剧，很多都还原了原著，原著中的名场面一个都没有少。只是呀，更新的太慢了，目前追完更新的剧集，依然意犹未尽。在等待更新的时间里，忍不住重新刷了前6集，又看到了许多细节，也记住了许多台词。不过，再次回看第1集，竟然有说不出的感动。第1集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成年后的梅小六出场，他一边吃着瓜子，一边听书，还更正说书先生讲错的地方。光一个吃瓜子画面，杨紫演绎的特别动人。此时的小六像极了一个吃瓜的人，并且吃到自己头上，他丝毫没有感慨，继续吃自己的瓜子，眉眼像往日一样平静。旁边的姐姐已经哭了，观众也已经哭了，小六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脸上的表情却和往常一样，这样的小六一下子勾起了观众的同情。尤其是男主把阿面当成妹妹一样照顾，这种替身文学更是虐哭了观众。看着六哥吃瓜子，追剧的人也忍不住下楼买瓜子，用瓜子敬往事，用瓜子敬六哥。除了杨紫把吃瓜子演绎得很动人、很伤感之外，李沁也有吃瓜子的画面。请君中，李沁一人分饰2角，作为大当家于登登的时候，性格很刚烈，还强娶了陆妍。寨子里十分不顺利，钱早就用光了，开支增大，最需要钱的时候1分也拿不出。二爹建议于登登再娶一个男人，刚开始于登登是抗拒的，因为他娶了一只大公鸡，被寨子上的人笑话了很多年。不过最后于登登强娶了陆妍，陆妍灵力高强，五花大绑也不行。二爹和于登登坐在一起说事，于登登一会剥花生，一会剥瓜子，特别的熟练。瓜子几乎是请君中经常出镜的食品，只要仔细一看，桌子上永远有瓜子皮。于登登没事的时候最爱吃瓜子，不过于登登吃瓜子多半情况下是在思考或者倾听别人。李沁近2年资源好到爆，还有年代剧加持，发展前景很可观。人生之路中的刘巧珍，梦中的那片海中的童小梅，都让她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。同样演吃瓜子，把杨紫和李沁放在一起对比，有何不同？杨紫和李沁同样演绎吃瓜子画面，2个人吃出了不同的味道，也演出了不一样的感觉。杨紫的吃瓜子看似像个看客，却是故事中的当事人，一粒瓜子下咽，却碰上了往事。就连旁姐的大姐都为当事人流出了眼泪，而作为浩陵国王姬的她，心里到底有多少酸味，也只有自己清楚。这个吃瓜子堪称名场面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却处处是意难平。李沁的吃瓜子就纯属是聊天的时候有事情做而已。于登登是大当家的，
他身上的担子很重，他要处理寨子里的事情，做决定，筹钱财，每样都让人很头疼。于登登只能喝杯茶压压惊，让自己看起来很淡定，瓜子也就成为了静心的食物，和温热的茶汤的效果一样。同样吃瓜子，小六像是往事涌上了心头，于登登像是1毛钱难倒了英雄汉。